次来到这个意大利的高速公路要抽票的，你就要抽啊。哦，有一张蹦出来了，这对吗？对啊。狭小。Espresso 超小，超小一杯。都是哦，对，应该都一样的号码。有啦，有感应，应该都一样。有感应，对，全部一样。有人工收费，然后旁边也有机器可以自己感应刷卡 ，ticket。这一集已经来到多洛米蒂的第3集了，我再来仔细介绍一下多洛米蒂的地理位置。多洛米蒂位于意大利的最东北，很临近奥地利，横跨东北3个省，为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。现在所见的大范围地图中的奥尔蒂塞伊，差不多是多洛米蒂的中间位置，也是必去景点刀背山的所在地。因为18世纪时，法国地质学家多洛米欧发现此地的白云岩，之后以其名将此地命名为多洛米蒂。多洛米蒂在2009年被列为 UNESCO 世界自然遗产，也有最美阿尔卑斯之称。现在这张地图是多洛米蒂的大略范围，我们也是从西边的波扎诺开始，到中间的奥尔蒂塞伊的刀背山，再往东而行。我们这日从富内斯山谷离开，继续往东行，来到2个湖泊，米苏里纳湖以及距离不远处的安托诺湖。记得我们前2天的多洛米蒂看的是刀背山、盖斯勒群峰，这日则是满满的拉瓦雷多山尖峰。之后继续往东开，来到山边小镇科斯塔利索约，这里差不多在多洛米蒂外围边缘了，却是满满的生活感，也仍然是那种远远看山头有房子的小镇，我们就住在其中。接下来就继续和我们一起在多洛米蒂旅行吧。刚刚在山路大家都飙蛮快的，大概都飙到60吧，那现在突然都降到30了。因为前面有一个骑脚踏车的，那大家基本上就是会很缓慢的跟在他后面，直到有一个比较宽敞的路才会慢慢的超过去，几乎都不可能去越过这个双向车道的这个线，几乎都很少很少。所以啊，即使是这个山路啊，都飙好快哦，咻过来咻过去的。然后大卡车啊，从对向就是非常的 follow 它的这个车道，也几乎都不会有超车的状况，所以整个山路都很好开。UNESCO 应该是2009年登录为 UNESCO。哦，这个山路漂亮。对啊，很简。我还没到啊。也是个。哇，右边这个湖这么翠绿。我们是倒到那个湖的中间呢。哇，法拉利。法拉利哦。一整排跑车哎。直接往前走。哇，这么漂亮。
Now turn left. Caution, restricted access. 对啊，这地方可能就要付钱，但是付钱没关系啊。车子停好好的，有位置，太棒了！刚刚一辆敞篷车进来都没位置了。到那边，到前面那边，机器那边付费可以刷卡，1个小时2欧。风景区比较贵一点，对。好美哦。嗨！哇，好多可爱的小东西哦。我的桃子放在民宿的冰箱，忘记拿了，好气。这个松松酥酥的，好好吃哦，比它的外表真实的好吃多了。现在要来环湖一圈了。
出现这个小矮人。整路这么漂亮，真的不是办法。哇，这个太壮观了。犀利的 BMW 吗？这个太不真哇，实是在你正前方哎。旁边有滑雪道。要不要加油？好几个，不用担心。这样。加油中。今天晚上住的是一个3层小镇，又是爬山，高高低低的，9弯18拐。我们就是上上下下一直爬，下去了又上来，酷哦！住的地方到了。右走，然后目的。Fortunately，的确是快到了，但是那个地方应该就停车场。这间的样子哦。Parking 吗？哦，这里 parking。哦，就是你的位置了啊。耶，超赞。哇，今天住在这个，超漂亮。Tondoro, di che è un po' agriturismo, quindi si vuoi diciamo, e la cena si vuoi e dalle cimeda. Okay, perfect. So there's a restaurant that is maybe 10 minutes from here. 拜拜。哇，漂亮。Two dots? Yeah. Okay. Okay. 很可爱的一个高山小镇。大把的功夫，结果连这个玩。这么漂亮的景观呢？很可爱的房间。刚刚民宿主人安娜，好像叫安娜。来看一下浴室，典型的意大利，2个马桶，一个洗屁屁用的。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在这里待着。很大的镜子。然后也有洗发精、沐浴乳吧。我已经好久没洗头了。走吧。很旧哈。这边每一栋房子都很有 history。对啊。都看起来很新，但其实都是
很古老就已经建好了。哇，大逆光。我猜一下，这是一只麻雀。这个路很夸张，我们从另外一个弯弯曲曲的，到底部之后，再走上来另外一个弯弯曲曲的。民宿主人真的是超会推荐。从前面，我们是从前面那个小镇，然后再爬到这个山头。这个要爬到这个山头，必须下到最底下，然后再爬上来。太酷了！他要找我怎么办？还有千层呢，千层面多层，还有起司什么的。面包2块，每人一瓶水 ，sparkling water 3块。意大利的油价竟然比德国贵，到有了1.89，很贵。贵的。好欢乐哦！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冬天可能会下非常多的雪。好闲，好恬静的小镇。阿北刚刚一直跟我爸讲什么？现在快9点了，在山城小镇散散步。
小心上面的雪花，可能是那个冰柱吧。小镇的教堂。吓一跳呢！突然打钟了，应该是9点吧。哇，好丰盛的早餐哦！哇，这个甜点，天哪，一大早吃那么多甜点，这样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哦。早餐真的很丰盛，又很多可爱的小东西，像这个是 local 的 yogurt， 然后还有一些cheese 啊、火腿，然后还有那个上面有蓝莓的 cheese， 其实我们都不太敢吃，那个味道实在太重了，媲美我们的臭豆腐啦。然后主人安娜还做了很多手做的甜点，我赶紧快点拿一块，虽然早餐吃甜点有点太甜。不过意大利人的早餐好像都常常很多很甜的，连 croissant 都是甜的，还有现煎的蛋。煎得很漂亮哦。昨天住的民宿实在太棒太棒了，安娜夫人人真的很好，早餐又好丰盛，然后一直努力用翻译机跟我们询问，那真的算是半句英文都不太会吧？这种意大利乡村的民宿真的很好，好好笑的标志，意大利的。施工。刚刚经过 Sappada 小镇，还蛮热闹的小镇的，好多 hotel， 还有很多行人。前面这个山景。雪地，你看。对啊。